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談 Mac 頻道，我是 Rachel。之前我們頻道呢已經拍過 MacBook Neo 開箱、新手設定以及必備配件這2支影片了嘛。那其實呢，不管你是剛入手 MacBook Neo 的用戶，或者是正在使用其他 Mac 的朋友，我們應該都會想要知道有沒有哪一些好用的 App 可以提升我們的 Mac 使用體驗呢？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10個很實用的免費 Mac App， 內容涵蓋的像是更好用的視窗管理、更直覺的多工視窗分割、更方便的檔案暫存與整理、能即時監控的效能，還有更多好看的動態桌布等等不同類型的應用程式。而所有的 App 的下載連結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下載。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蘋果教學或 3C 開箱，記得先訂閱我們打科女子頻道哦。如果你跟我一樣常常會攜帶 MacBook Neo 外出使用，那充電這件事就非常重要。所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2款很適合 Neo 用戶搭配入手的配件，也就是行動電源和快充頭。平常呢，如果你會把筆電帶去咖啡廳工作啊，或者上課，那臨時沒電真的會很困擾，畢竟不是隨時都找得到插座嘛。而這時候呢，身邊有一顆行動電源就會比較安心。首先，如果你喜歡比較輕薄、隨手就可以帶着走的款式，那 SICK 3合1磁吸行動電源 PWW137 就很適合。它本身是99毫安時，重量只有195公克，同時支援 PD 20瓦的有線快充跟最高15瓦的磁吸充電。有需要的時候呢，都可以拿來幫 MacBook Neo 臨時救急充電，大約可以充個6-7成左右的電量。那你平常呢，當然也可以幫手機啊、Apple Watch 或 AirPods 這些裝置充電哦。但如果你比較常出差啊、旅行，或者希望出門可以少帶一點東西，那我覺得 SICK 全能充10合1行動電源 PWC135 會更方便，因為它本身呢就內建 AC 折疊式插頭，插上插座時它就是充電器，平常则是10000毫安时的行動電源，等於一顆就把充電器和行充整合在一起，而且它一樣的支援 PD 20瓦的快充和最高15瓦的磁吸充電。除了可以充 MacBook Neo 和手機之外，也可以幫 Apple Watch、AirPods 磁吸充電，甚至可以同時充3個裝置。再加上它隨附2條 USB-C 和 Lightning 充電線，還可以直接扣起來變成掛繩充電線，帶出門更方便。那這2顆行充我覺得都很加分的一點，就是它們都採用半固態電池設計，有通過 SGS 的耐穿刺和耐高溫檢驗，而且都有清楚標示規格，可以帶上飛機。所以不管是日常外出或旅行使用，我覺得都蠻安心的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在有插座的環境，我也推薦大家可以一起入手 SICK 這一顆35瓦的氮化鎵快充頭 CUP352，但它的價格呢只要台幣499哦。因為雖然 Apple 附的充電頭是20瓦，但其實 Neo 呢它實際最高可以吃到31瓦、32瓦左右的充電功率，所以如果你是用原廠的20瓦充電頭，那充電速度就會相對比較慢，而這顆就支援35瓦的氮化鎵快充，拿來幫 Neo 充電就會更有效率。另外我很喜歡它的一點就是它的體積真的非常輕薄，厚度只有13mm，重量呢也只有65公克，平常隨身攜帶幾乎沒有什麼負擔，而且它採用的是這種側邊插孔出線設計，所以就算你插座旁邊有家具也比較不容易卡到，這點很方便。再來它還有附上一條 Type-C 充電線，平常可以扣起來當成掛繩，在出門的時候就更不怕忘東忘西了。那以上這3個配件呢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資訊欄或置頂留言區找到詳細說明，也可以點擊前往購買哦。首先第一款要推薦的 App 叫做 Loop， 那它是一款非常好用又很直覺的視窗分割工具，而且也是免費開源的。像很多 MacBook Neo 用戶，不管你是學生還是上班族，平常都很需要寫報告啊、查資料，或是處理各種文書工作，所以一款好用的多工視窗工具，我覺得真的非常重要。雖然 Mac 本身就有內建分割視窗的功能嘛，一種是按住視窗左上角這個綠色按鈕，然後你去選擇你想要的視窗排列方式；另一個方法則是直接使用快捷鍵，也就是按住 FN 加 Ctrl， 然後再加上方向鍵。比如說我按向左，那這個視窗呢就會直接排列到左半邊；按右的話就會到右邊，或者是上下等等。不過 Loop 這款 App 很好用的地方在於，它讓分割視窗這件事變得更直覺也更自由。現在呢，你只要按下 FN 鍵，然後直接用游標去選擇你想要排列的位置，不管是一半啦，或者是上半部、全部等等，全部都可以，甚至呢也可以4等份、3等份。那放開之後呢，这個視窗就會立刻跑到你想要它排列的位置，真的非常直觉又方便。那不管你是想要左右分割啊、上下分割、4等份，或甚至是填滿整個區域，都非常輕鬆，非常推薦大家使用哦。再來推薦這款 App， 我自己也用了很久，它叫做 Duckdoor，
是一款非常好用的視窗管理工具，同樣也是免費開源的。那我自己覺得 Mac 在視窗管理上有幾個比較不方便的地方像是當你想要切換 App 畫面的時候呢，內建的方法通常是直接按住 Command 加 Tab 這組快捷鍵嘛。那這邊呢其實有3個小缺點。首先第一個是它沒有辦法直接預覽你這個 App 裡面的畫面，你只會看到應用程式的 icon。那第二個是它沒有辦法讓你選擇同一個 App 裡面的哪一個視窗。那比如說呢，我现在已經開了3個備忘錄的視窗嘛，那它就沒有辦法讓我只切換到其中一個，它會一次打開全部。那第3個缺點是，如果你已經把某一個 App 呢最小化了，那這時候你在按 Command 加 Tab 去切換的時候，它不會把這個視窗叫回來。但用了 DuckDuckGo 之後呢，以上這些問題你都解決了，你只要按一下 Option 加 Tab 這組快捷鍵，它就可以一次讓你預覽所有已經開啟的視窗和應用程式。而且呢，甚至你也可以選擇同一個 App 裡面的不同視窗去切換。比如說像備忘錄，我這邊就開了3個嘛，所以它就各自呈現3個可以讓我去切換。那你選好之後呢，只要放開，它就會幫你瞬間叫回来。而且就算呢你把某一個视窗縮到最小，那這時候你再透過 DuckDuckGo 去把它叫回来，一樣是可以的。不像剛剛內建的方法就沒辦法。而且更方便的是，当你把游標移到 Dock 列上的這個 App 圖示的時候，它還會直接顯示目前已經開啟了多個視窗的預覽，讓你可以直接選擇你想要打開的那一個。那整體用起來呢，真的会比 macOS 原本內建的方法直覺很多，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用，也很推薦給大家哦。第3款 Mac 必備的 App， 它叫做 Dropover。簡單來說，它就是一款暫存拖放工具。因為平常呢，我們在 Mac 上面整理檔案啊、圖片，甚至是網址或是文字的時候，有時候呢都会遇到一種情況，就是当你想要把某一些東西呢先集中起来，然後你等一下想要再一起移動，但 Mac 本身呢又没有一個很直覺的暫存空間可以讓你先放着。那 Dropover 呢，它就很像是一個臨時出現的小盒子，你只要先選好部分檔案之後，然後選取起來，你在旁邊稍微晃動一下。那這邊它就會出現一個暫存的小盒子，那你可以先把東西集中放在這裡面，那之後呢，你就可以繼續去整理嘛，繼續去找你想要的資料。那這邊呢一樣，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拖移進去。那整理好之後呢，你就可以一次再把它拖移到某一個你想要放的資料夾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按一下右上角這個向下按钮。那這邊你就可以選擇分享出去啊、複製連結，或是做其他後續的處理都非常方便。所以如果你平常很需要整理素材、搬移檔案，或是同時需要處理很多張图片、很多個文件，那這個 App 我真的覺得很實用，而且它整體的操作呢也非常直覺，幾乎不太需要學習，上手也非常簡單哦。下一個也是我很推薦大家一定要安裝的 App， 就是跨裝置高速傳檔工具 Blip。如果你平常呢會在不同的裝置之間傳檔案，像是在多台 Mac 之間，或者是和 iPhone、Android 或 Windows 電腦之間互傳，甚至呢你是想要和家人、朋友、同事異地互傳檔案，那這款 App 呢真的非常好用哦。你只需要先在不同的裝置下載好 Blip App， 然後透過 email 登入，接着呢你就可以直接把要傳輸的檔案拖到選單列上的 Blip 圖示，接着選擇你想要傳送的裝置或其他聯絡人，然後放開，這樣就可以瞬間傳送過去咯。很方便的是，它是沒有距離限制，而且也不限檔案大小的，而且整體的傳輸速度呢，我觉得算很快。那反過來說，如果你是想要在手機上，也一樣可以很方便的把檔案傳到電腦或其他裝置上。那如果你是想要跟其他人互傳檔案的話，你只要輸入對方的 email 就可以了。比較特別的是，如果是你要傳送給別人，或是別人傳送給你，接受方呢都必須要按下接受，它才會開始傳送哦。但如果是你自己的裝置登入的是同一個 email， 那就不用再按接受，可以直接開始傳。State 是一款免費又開源的 Mac 效能監測工具。如果你平常呢會想要知道自己現在的 Mac 狀態，像是 CPU 和 GPU 使用率、記憶體用量、溫度或是網絡速度等等，那這款 App 就很實用哦。尤其是像 MacBook Neo 這種是8GB 的統一記憶體嘛，所以如果你平常呢會同時開很多分頁啊、文件或 App， 那我覺得像 State 這種可以即時間看記憶體用量的工具就會特別有幫助。那 State 最方便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會把這些資訊直接顯示在 Mac 上方的選單列這邊，那你就不用再另外打開活動監視器，平常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目前系統運作的狀況。而且你也可以依照個人需求去制定想要顯示哪一些資訊，像如果你平常比較在意的是記憶體用量啊、CPU 還有溫度，那你就可以單獨的把這些功能給打開，那其他用不到你就把它關掉。甚至呢，你也可以選擇想要顯示的樣式，那這邊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样式可以選，比如說我現在就是選這個有顯示百分比的，那如果你想要其他的也可以選，它就會直接呈現在上面。
當然啦，如果你想要查看的是更詳細的資訊，你也可以在上面點一下這個圖示，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更詳細的內容。比如說像記憶體，它就有告訴你說目前是%多少，然後甚至是哪一些程式它用的比較多，那這邊就可以自由去掌控咯。下一個要推薦的 App 它叫做 Peer Cleaner。那它是一款免費開源的 Mac App 清理工具。不過這時候你可能會想，我們不是直接把 App 丟到垃圾桶裡面就好了嗎？為什麼還要特地下載一個清理工具呢？原因是因為呢，當我們把 App 丟到垃圾桶裡面，其實很多時候呢都只有刪掉主程式本身，那它在系統裡面留下一些設定檔啊、快取檔，甚至是其他相關的資料，還是有可能會繼續留在 Mac 裡面。那久而久之就會累積很多殘留的檔案。那 Peer Cleaner 的作用呢，就是讓你在刪除 App 的同時，它會幫你把一些相關的殘留檔案都一起找出來，讓你決定你要不要一起刪掉。那這樣整體就會刪得更乾淨，可以避免一些用不到的殘餘檔案佔用空間。比如說呢，我現在想要把這個我用不到的 Keynote 刪掉好了，你就點選底部的這個刪除，然後這邊它就有告訴你它刪除了多少的空間。那從 Peer Cleaner 刪除之後呢，你記得要到垃圾桶裡面，再把垃圾桶直接徹底清空。那這個 App 呢，它就可以被徹底刪除乾淨了。另外，如果你發現你電腦的儲存空間快要不夠了，那我們也可以在搜尋欄列這邊點一下右邊的這個排序的按鈕，然後你把它改成 App 大小。這樣呢，你就可以依序看到哪一些 App 它佔用的空間比較大，那你就可以去考慮要不要把一些用不到的都刪掉哦。雖然 Mac 內建本身就有不少動態桌布可以選，但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夠多，或是沒有喜歡風格的話，我很推薦大家下載這一款 Workspace 動態桌布 App。那它裡面呢提供了非常多不同風格的動態桌布，像是自然景觀啊、動畫、車子等等。那整體的質感呢，我覺得都很不錯，而且它光是免費版呢就有很多可以選的。另外呢，它的設定方式呢非常簡單，當你選好你想要的動態桌布之後，比如說我先選這個，然後你就按一下下方的這個按钮。然後選擇你的顯示器，現在呢就等它下載。那下載完成之後呢，它就會立刻套用到你的桌面上了。現在我們就會看到一些動態的效果，真的非常可愛。那如果你想要關閉這個動態桌布功能的話呢，就只要在選單列上面按一下這個按鈕，然後點選退出。然後呢，我們再回到系統設定裡面的背景圖片，把它改成你自己原本其他喜歡的背景圖片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希望連鎖定畫面都可以一起顯示動態桌布的話，那我們就需要付費升級到 Pro 方案。因為它是一次性的付費，大概台幣300多塊。升級之後呢，你也可以一併接受 Pro 的動態桌布。不過我覺得，如果你只是想要幫 Mac 換個更有質感的動態桌布，那其實免費版就已經很夠用了。接下來這個 App 就比較有趣一點。如果你是在咖啡店啊，或者是上課上班的時候，手邊臨時沒有鏡子，但你又想要補個妝，或是快速檢查一下自己的儀容，那你就可以通過 Hand Mirror 這款 App， 直接把你的 Mac 前鏡頭呢變成一面小鏡子哦。而且很方便的是呢，它是像這樣直接顯示在選單列上的，所以你隨时呢都可以快速打開來用，不用找很久。那如果你覺得它預設的這個鏡子的畫面太小，你也可以直接在選單列上面這邊按一下右鍵，然後點選 Settings。接着在 Size 這邊，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中型或大型。改完之後呢，打開鏡子，它就會恢復成一個比較大的畫面了。前面我們介紹的蠻多 App 都是會直接顯示在這個選單列上面的嘛。那如果你覺得選單列放太多圖示，看起來有點亂，但你又不想要真的把它們從選單列移除的話，你就可以透過 Ice 這款 App 來幫你管理選單列。那它可以幫你把部分的圖示先暫時隱藏起來，等你需要用到的時候呢再顯示出來。而且呢，你也可以自己設定哪一些圖示是平常要預設顯示的，哪一些则是要隱藏。那它一開始預設是會把所有的圖示都隱藏起來，但你可以切換到 Layout 這邊，然後你就把你想要固定顯示的功能拉上去。比如說呢，我會希望像 WiFi 啊、輸入法，還有音量這3個預設都要顯示，那你就把它拉上去，把一些你會比較常用到的功能保留起來，其他就可以先隱藏起来。那你順便的也可以一起調整它的图示順序哦。好，設定完成之後，你只要在選單列上面點一下這個圖示，那你就可以快速切換選單列圖示的隱藏或者是顯示。我自己覺得用起來真的会整齊很多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在一般這邊更改你想要顯示的圖示，它預設應該是一個點，那你可以像我一樣把它改成這種箭頭。不過這款 App 它的下載方式會比較特別，你進入到官網之後，我們按一下 Download，
然後在右邊這個欄位，你可以輸入你想要贊助開發者的金額。那如果你想要先免費使用的話，你也可以直接輸入0，然後按一下 I want this。接着你在右邊這邊，你就輸入你的 email 賬號，或者是其實自由填寫都可以。好，然後你就按一下 Get。接着你會在這邊看到2個安裝檔。那如果你已經更新到 macOS 26，就下載下面這個。那如果你還是用舊版的，就選擇上面這個。那安裝完成後，也記得要把這2個所需的權限打開，這樣它才可以正常運作哦。如果你之前呢也用過舊版的 macOS， 而且 Mac 現在也已經更新到最新版的 macOS 26，那更新之後你可能会有一個比較不習慣的地方，就是 Apple 呢它把原本的啟動台取消了，改成用這種 App 清單來取代。那雖然新的這個 App 清單呢，它在搜尋上會更快，也有更清楚的分類方式，但我自己呢還是比較喜歡以前那種全螢幕的啟動台界面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讓傳統的 Mac 啟動台復活，那我們就可以透過由 Launch Next 這一款由國外開發者制作的免費開源 Mac App 來達成。那它的全螢幕畫面呢，真的算是非常還原 Mac 以前的啟動台，而且你一樣可以左右滑動啊，或者是自由調整你偏好的 App 的排序，甚至呢也可以自由建立資料夾等等。整體的使用方式呢，就跟之前的 Mac 的啟動台非常像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點選右上角的這個點點點，去進一步調整相關的設定。那因為這個是國外開發者制作，所以它提供的中文版本是簡體的。那你不喜歡的話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般的英文版。那這款 App 的安裝和使用方式呢，也需要注意一下。首先，我們在官網點選下載之後，滑到下方，這裡有一個 Download Here， 點選它，然後直接滑到最下面，這裡就有一個 Launch Next 的 Zip 檔，一樣點選它。然後下載完成之後呢，我們直接點選這個檔案。接着呢，你就直接先把這個檔案點2下打開，然後它會跟你說它沒有辦法驗證，所以這時候呢，我們先點進去系統設定，然後按一下隱私權與安全性，在這邊呢把它點選強制打開。好，有出現這個畫面表示說它已經安裝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會建議大家把這個應用程式呢，把它丟到你的應用程式裡面。然後呢，你就把它移动到你下方的大格列上。這個是原始的這個 App 的畫面嘛？那這個是我們剛剛安裝的 Launch Next。那你就可以看你自己個人要不要把原始的把它從大格上面移除。這樣之後呢，你如果想要使用舊版的 Mac 啟動台，就只要直接點選它，你就可以開始使用了。而另一款也很多人推薦的 App， 它叫做 Boho Launchpad。那它其實呢也很好用，它的優點是更像原本的啟動台，而且顯示的也是中文名稱。但缺点是呢，它只有7天的免費試用，之後如果你想要繼續用，就需要進行一次性的付費，永久解鎖。那價格大概台幣200多塊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個人需求去選擇，看你想要哪一個啟動台哦。那以上就是我這次介紹與分享的10個 Mac 必備的好用 App， 不管你是用 MacBook Neo、Air、Pro 或是其他 Mac 機型，都可以下載來用哦。那如果你有其他更實用的 Mac App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。最後別忘了追蹤我訂閱我們塔克運子頻道，拜拜。